本官奉袁公子之命，特来缉拿要犯。你有没有看见一群男女，约有6、7人模样，从此门出城啊？禀大人，是有一群这样的人出了城，不过有2个人又回来了。可是他们拿着盖了大印的文书，自称是奉沈公之命出城办事，怎么会是要犯呢？沈公命你守城门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你却有眼无珠，连真文书还是假文书都分不清楚，要你何用？不如我替沈公斩了你，以儆效尤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那群人已经出了城，您就是杀了小人也没用啊！小人这就给您开城门，您赶快追，再不追就跑远了。开城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总算是得救了，不用挂旗啊！我们逃出来了。是啊，我们诸位可以不用死了。对呀，腿软了，不用死了。刘兄，是呀，多谢刘兄义薄云天，带我们逃离龙潭虎穴。多谢刘兄义薄云天。臣卢玉叩谢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是给我们患难与共的是陛下，救我们出来的是皇帝。陛下天纵圣明，仁德盖世，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快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快请起。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？陛下，还记得那句话吗？生死相依，水火不离。我是皇后，会永远追随陛下。撤！撤！快跑！快！撤！追！快追！你给我出来！我不。你为了这个小子，你愿去死吗？是啊，我自从嫁给你，每天都像跟一只目鸡土狗在一起，了无生趣。但自从我遇到了他，我才重新找到了我人生当中的意义。我宁可死，也不会跟你回去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杀了他们！干什么？连我也想杀吗？住打！别动他！他死了，你是不是也一块跟着去死啊？一个不留！你做什么？撤兵！我跟你回去。杀了他，你也一样跟我回去。杀！你做什么？你若杀他，我就划自己的脸，然后自杀，
你不但得不到我，我还要丢尽你们袁家的脸面！都给我退下！退下！听到没？给我退！你要知道，我是为了你，我才会回去的。走！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。陛下，陛下和皇后先好好休息，臣先退下了。没想到我们的邺城之旅竟然是这个样子。好在有惊无险，把这些世子都救下了。在温县的时候，天下的时局只在我与仲达的口中；在许都，天下就只在与曹氏的博弈中。出来以后，才看清楚，真正的天下是什么样子。那现在，陛下眼中的天下是什么样子的？说实话，虽然曹操是我们的敌人，但是他治理的许都，要比袁绍的邺城强千万。如果真的是袁绍治理整个天下，真是不敢想象。但是现在，只有袁绍才可以与曹操抗衡，我们还是需要借助他的力量。皇后说的对，这个我知道。而且，就算你救了曹丕，曹操也不会因此而对我们仁慈。我会去官渡。你要自己去找袁绍。我答应过仲达，我一定会把堂姐姐带回去的。你刚把邺城搅了个天翻地覆，现在去找他，你觉得他会善待你吗？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去的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我需要皇后帮我办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些世子们都带回许都。我当然想让皇后跟我一起去，但是仲达去了曹营，如果不把这些世子们安顿好的话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解释了。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跟着你一起涉险。好，我就帮陛下安顿好这些世子，让陛下没有后顾之忧。但是陛下也要记住你说过的话，我等着陛下成功的那一天，可以光明正大的昭告天下。仲达，仲达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来，喝水。没事，死不了。我睡了多久？1天1夜了。来，
多谢二公子。比起仲达出手相救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虽然知道你这么做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答应了陛下，要把我安全送回去，对吗？可最后还是二公子救了我，实在是惭愧。你会记得住吗？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算了，还你在邺城卫给我留的那条命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没想到能和二公子如此直接的对话。好，那我就再直接些。我想请你来我身边，做我的幕僚，辅佐我。二公子就不怕我跟陛下早有预谋，颠覆你们曹家吗？怕，但相比你鬼神莫测的智谋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父亲身边有郭祭酒，你的谋略不下于他。有你相助，我们定能够建立一份足以光照汉卿的功业，把这个乱世结束在我们手里。二公子似乎忘了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或是我和陛下早就相识，为何我要捐弃故剑，而侍奉新主呢？天下纷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依从的道路。陛下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以仲达的聪明，还不明白自己该何去何从吗？我自己的路，我当然明白。好，我也并不急于这一时。走吧，送我回父亲大营那儿。你也可以亲眼看看曹家，到底是不是你们司马家的敌人。拜见主公。唐英，你可有话说？天下第一快剑，原来也屈身于诸侯。唐英，你要注意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，我是颍川名门之女，大汉皇后，弘农王妃。你别以为能忘了西园卫的日子。唐英，你的一切可都是姑给你的。怎么在许都几年翅膀硬了？来人，慢！慢！你答应过我，东方纯弟子的命都是我的。我帮你杀掉一个，岂不省事吗？不，我要用自己的剑，亲手战胜东方剑法。唐英的命，早就是我的了。主公，这就不必了吧？连邺城卫都锁不住他，放在姑的身边，姑岂能安心呢？这才像我西园卫的人。唐英，你只要老实听话，姑自然会给你解药。
传令下去，加强警戒，防备曹军埋伏偷袭。是。哟。是你，淳于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你等着，我去禀报我家主公。将军战败，也许袁太尉会怪罪于你。我这个汉室使者，说不准是替将军脱罪的战利品。哼，说不定我家主公会杀了你。走，我要见袁太尉。袁太尉哪有空见你这个奸细？走。我可是汉室使者，身挟天子之命，袁太尉如此相待，是藐视天子吗？他们还真看得起我，派你来看着我。慢点，慢点，来撑着点，来。来，我扶你。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，没用的都带走。来，请。速速消征，白骨不复，好一场血战。张绣奉命为前锋，勤劳王氏不敢退缩。好一个勤劳王氏不敢退缩啊！那1万西凉精骑，若在将军身边，死伤应该不会如此惨重吧？郭祭酒抽调了他们，另有他用。主簿笑什么？我笑将军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啊！主簿不要危言耸听，有碍军心。将军与曹公有杀子之仇，可曹公还接纳了将军，这是为什么？别说了，整队出发！将军在这乱世之中赖以立身，不怕曹公报复，又是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将军的西凉军？看看这些老弱残军，将军是否会怀念自己的那1万精骑啊？将军不妨想一想，猛虎被拔去了爪牙，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？你是说，郭家想杀我？哼，不会的，有文和在呢。贾诩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投曹之后，贾诩做过一件有利于你的事吗？主簿如此挑拨我与文和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我只想说，眼前这牌面，庄贤还未定局。将军若信我，绝不会吃亏。
胆敢擅闯大营？放肆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二公子，是司空叫您来的吗？这是半路上遇到山贼了吗？怎么这么落魄？哎，这位公子是恩人，快带我去见父亲。带路。是。父亲当日还是被令尊举荐，你我两家还算世交了。他见到你一定很高兴。曹公日理万机，怕是没有时间见我吧？哎，不，父亲最是礼贤下士，若是有名士来奔，他卧佛图卜也要相见。父亲虽然威严，却爽朗洒脱。他身边的那些谋士，名为君臣，实为挚友。你与他一定十分相投。公子与曹公许久不曾相见了吧？是啊，我6岁就跟他上战场了，后来在许都安定下来，反而有2年不得相见。那是曹公委公子以重任啊。不过我们终于到官渡了。父亲，二哥，子建。父亲呢？父亲和祭酒外出了，还不曾回来。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想你们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见过陛下没有？陛下？没有啊，陛下不是在许都吗？二哥，这位是？在下河内温县司马懿。原来是司马仲达呀！我听祭酒夸过你呢。这些日子都是你在替父亲料理军政啊。是啊，祭酒前些日子回许都了，这军务繁忙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幸好他回来了。你能为父亲分忧，子建真是长大了啊。官渡形势紧张，只求不出差错。你很聪明，没问题的。哦，仲达也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陛下的事，等父亲回来再做商议。二公子是在担心这次弄丢了陛下，遭父亲责备吗？还是在担心四公子曹植、曹子建？素来听闻司空对四公子宠爱有加，今日一见，四公子手握司空大印，在处理军机要务，这样的重用，可不只是宠爱这么简单。司马懿，你不要挑拨我们父子兄弟。二公子叫我来做谋臣，不会是为给你们兄弟几个人摆摆家宴吧？我并不想兄弟相争。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二公子如果不想兄弟兵戎相见的话，要未雨绸缪才行啊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做？简单，让曹司空知道，谁才是掌管这座军营的最佳人选。你有办法？就算曹植是奇才，可是年纪尚轻，没有什么经验。这军营上上下下10几万人，纷纷杂杂，想找点疏漏，做点文章，还是可以的。你愿意帮我？我总不能白来一趟官渡吧？哎，这小子还挺厉害，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方便，真能忍啊！自讨苦吃，主公啊，有的是治他的法子。嗯。
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应该都是粮食啊，怎么会成沙子呢？你有何话说？二公子，小人冤枉！四公子，所有的粮草都是您和郭祭酒亲自过目的，你要为小人做主啊！放肆！这军粮是在你的库中变成了黄沙，你身为监粮官，这分明就是监守自盗！你还敢把罪责推到郭祭酒和四弟身上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小人冤枉！四公子，小人冤枉！冤枉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把郭祭酒叫来，看看他怎么说。把郭祭酒叫来。是。郭祭酒，二位公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郭祭酒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此人身为监粮官，竟然把军粮换成了黄沙，如此渎职枉法、贪得无厌，还敢冤枉四弟监管不严，简直胆大包天！我没有。四公子，可知此事？都怪我，一时疏忽。多亏了二哥及时发现。难怪我一来，就听说将士们抱怨军中口粮变少了。原来啊，是出了这个内鬼。原来是他呀！就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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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了他！难怪最近吃不饱饭，原来都是被私吞了呀！就是，粮食都没了，打仗还打什么仗啊？就是打什么仗？不打了！粮食还打了！不打了！没粮食还打什么？这样的祸害，不杀，不足以安军心。上位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原来如此，不杀，不足以安军心。郭祭酒，小人是冤枉的，您知道的，小人是。今日就借你人头一用。你的妻儿，曹公会为你赡养。小人叩谢祭酒。监守自盗，动摇军心，一律当斩，拉出去斩了。是。小人不想死，小人不想死。祭酒方才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二位公子先回去吧。告辞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祭酒有何指教？野心可以激励人，让人得以开阔眼目，舒展才华，但一旦过了头，却会让鲲鹏折翼。二公子，好自为之。杨公子，别来无恙啊！司马懿，哼，你把邺城搅和的还不够，竟然跑到曹操和郭嘉的眼皮子底下来搞事。你这么做，可是在送死。此话怎讲？我来了这里可就一直没有出去过。曹操的军粮短缺。郭嘉为了稳定军心，才借用黄沙冒充军粮。你却借曹丕立功心切，怂恿他揭穿了他爹的把戏，引得军心大乱。这么大动作，也唯有你司马仲达了。杨公子，我才来了多久啊？我怎么会知道曹操缺粮食呢？郭嘉从许都运来的粮食，在半路上莫名其妙地被烧了。司马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。
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哼，为了你的议和，什么事是你不敢做、不会做的？好在保护陛下这件事情上，你我还算同盟。不然呢？连我也杀掉是吗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为了议和，没有什么是我不敢做、不会做的。说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曹操？不知道。哼，那你就赶紧想想吧，国家很快就会来找你了。等等，张绣你能搞定吗？已经搞定了。在控制曹丕这件事情上，还要借张绣一用。司马公子，什么事？这是郭祭酒给你的，说是给你的见面礼。打开。这是谁呀？送错了吧？哼，这是曹操的监粮官。杨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难怪袁绍拒见汉室使者，原来是先生到了。你想对袁公说的话，我都猜得到。不就是袁公白马新败，你想危言耸听，趁机蛊惑袁公与汉室合作吗？前有唐英叛乱，后有你邺城作乱。汉室的目的，不过就是想趁乱坐收渔翁之利罢了。唐王妃安在？一个背叛袁公的人，死有余辜。哼，我倒想知道，是你们情深义重呢，还是你们汉室真的无人可用呢？唐王妃安在？他跟你一样，在另外一座营帐之中。你已经公然凌辱汉室使者和唐王妃，无异于公然叛汉，还有什么资格打着天子的名义讨伐曹操？哼，天子！天子不过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借用的名义罢了。请吧，杨公子，多吃点儿，吃饱了好上路，免得到了那边说我们亏待了你们汉室。我要见袁太尉。等你吃饱了饭，袁公自然会见你，而且我保证，他会是你在人世间见到的最后一个人。
没想到你们就这么怕我。就凭你？哼！你不过是汉室搅乱棋局的一枚小小的棋子。我倒是有点可怜你们那位天子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谁胜谁败，都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们天子真的是生不逢时啊，生就了亡国天子的宿命。其实你也不关心谁胜谁败，你想把袁绍据为己有，让他变成你报复郭家的工具。你为了报仇，可以牺牲袁绍的天下，但是可惜了，你攥着袁绍的20万兵马，却依然不是郭家的对手，还在屡战屡败。郭家不过是一时侥幸罢了。哼！我就是要用袁军的小败，引诱郭家和曹军进入我的陷阱。曹阿满粮草短缺，求胜心切，肯定要出险招。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场盛宴。你是想用自己的粮草去引诱曹操出击，一举歼灭他？不过，曹操生性多疑，你想让他冒险咬你的钩，就得找一个能让他深信不疑的饵。你会让谁去曹操的军营呢？你们把许攸接到了官渡，我猜应该是许攸吧。他跟曹操是同学，又是戴罪之身，现在畏罪潜逃，是投奔曹操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想不到汉室居然有你这样聪明的人，我真是有点舍不得杀你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刚才那副故作聪明、自以为是的样子，太像郭嘉了，让我感到恶心。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！我现在饭也吃饱了，水也喝足了，故事也听完了，可以上路了吗？好一个大汉使者呀！你搅乱了白马大营，又搅乱了邺城，还敢跑到孤的大营里来自投罗网，哼！真是有胆量啊！知道你的行为像什么吗？你真的不像汉室使者，倒像曹操那边的人。谢太尉夸奖。自袁太尉与曹操交战以来，天时地利人和尽失，天子忧心战局，所以特派我来助太尉。如果太尉现在把我杀了，便连对抗曹操最后的筹码也都失去了。曹操还有那个董卓，把陛下握在手心里，让陛下拘束久了，虽无寸草之地，片甲之兵，这虚张声势的本事，
倒是长进不少啊！元公，我河北兵精粮足，谋士如林，胜过曹军3倍有余。就算稳扎稳打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军越黄河，得乌巢要塞，曹操一退再退，何须无兵无卒的汉室援助？仗着这些雕虫小技、苦肉计，你们还真以为就骗过了曹操？看来诸公还都在梦中啊！死到临头，还逞口舌之快。主公，此人毕竟是汉室的使者，我们应当以礼相待。是否可以先听听天子有何诏命再说？不必了，孤已经拿到了天子的一代诏，曹操也没有了奉天子的名义，这就够了，不必为一个使者、一个奸细扰乱军心。斩！主公，汉室的使者代表着天子，不可杀之。无妨。如果你真的要杀我，那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请潘阳执刀。煮酒的火，海上温，多情空余恨。野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。